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林主管，我真的只请5天假，弟弟婚礼不能不去啊！我急切地解释着，手里紧握请假条。赵明远，项目紧急，这个时候请假，你是不把公司放在眼里？他冷冷地抬眼看我，可是我还想再说什么，他已经转身离开。谁能想到这次请假会把我的人生推向如此荒谬的境地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赵明远，今年28岁，在一家中型科技公司的市场部工作了4年多。不敢说自己多优秀，但至少勤勤恳恳，从不迟到早退，业绩也一直保持在部门中上水平。领导安排的任务，我从来不推脱，同事们有困难，我也会尽力帮忙。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不太善于表达自己，特别是在陌生人面前，总显得有些木讷。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赵延成，从小我们兄弟感情就特别好。父母常年在老家照顾爷爷奶奶，我和弟弟则在城市里打拼。弟弟比我活泼开朗得多，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企工作，发展得不错。只是这2年我们都忙于工作，联系少了许多，每次通话也就问问近况，很少有深入交流。记得去年春节回家，父亲拉着我们喝酒，说希望我们早点成家立业。你们2个，谁先给我们老赵家抱个孙子，我就给谁多分1亩地。父亲半开玩笑地说，我们都笑了，但心里清楚，父母的期待是真实的，只是我埋头于工作，感情方面一直没什么进展。倒是弟弟交了几个女朋友，没想到这次他竟然要结婚了，还比我这个当哥的先迈入婚姻的殿堂。公司最近发生了不小的变动，原来的市场部经理张总被提拔到了总公司，大家都在猜测谁会接替他的位置，毕竟部门里有几位资历比我深的前辈。周一例会上，人事总监宣布了公司的决定，从总部空降一位林主管来接手市场部。林主管在行业内有丰富经验，希望大家积极配合他的工作。人事总监这样介绍道。当一位身着深色套装的女性走进会议室时，整个房间安静了下来。她看起来30出头，面容精致，但表情严肃，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我是林思敏，从今天开始负责市场部的工作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有力量。第1次会议，林主管就定下了新的工作规则和业绩目标，比原来提高了至少 30%。 我知道这个目标看起来有挑战性，但我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定能够达成。会后，同事们私下议论纷纷，都感到一阵压力袭来。听说他在上一家公司被称为女魔头，手段特别严厉。市场部的老王小声说，是啊，据说他带的团队业绩翻倍，但走了一半的人。另一位同事补充道，我没有参与讨论，只是默默记下了新的工作要求，打算尽力完成。不料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林主管似乎特别关照我，每次例会都要点名问我项目进展。一次我的报告中有个小数据出了差错，他当场指出并严厉批评了我。赵明远，这种低级错误是不应该出现的，这反映了你工作态度的问题。我只能低头认错，心里却有些委屈。明明其他同事也有类似的失误，却没受到这么严厉的批评。办公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大家都小心翼翼，生怕成为林主管的下一个目标。而我
似乎已经成了他的重点关注对象，每天都感觉如坐针毡。就在这种压力之下，我接到了弟弟赵延成的电话：“哥，我要结婚了。”电话那头，弟弟的声音充满了兴奋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什么？结婚？你认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们已经交往1年多了，觉得彼此就是对的人，所以决定不再等了。我这才回过神来，恭喜啊！什么时候的事？你怎么之前都没跟我说过？工作太忙了，我们联系少了。他叫思敏，是名校毕业的，现在在一家大公司工作，能力特别强。弟弟滔滔不绝地介绍着他的未婚妻，我则努力消化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。婚礼定在下个月15号，在 H 办，你一定要来啊！弟弟特别强调。H 那不是挺远的吗？为什么不在咱们这边办？我有些疑惑。思敏的父母都在那边，而且他工作调动也要去那里，所以就定在 H 了。我答应一定会去参加，但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请假的事情。对了，爸妈知道吗？我问道。知道了，他们很高兴，已经在准备回老家办酒席的事情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躺在床上，心情复杂，一方面为弟弟感到高兴，另一方面又担心公司的情况，特别是面对那位严厉的林主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开始计算需要请假的天数，往返 H 需要2天，再加上婚礼和休整，至少要请5天假。想到林主管最近对我的态度，我心里有些打鼓，但为了弟弟的婚礼，这个假期必须请。周3上午，我鼓起勇气敲响了林主管办公室的门。进来，里面传来他平静的声音。我推门而入，看到林主管正在电脑前专注的工作，连头都没抬。林主管，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我小心翼翼地开口，他这才抬起头。什么事？语气依然冷淡。我弟弟下个月要结婚，婚礼在 H 举行，我想请5天假去参加。我尽量保持声音平稳。林主管皱了皱眉。下个月？具体哪几天？13号到17号，婚礼在15号。我回答道。他翻开日程表看了看，脸色明显变得更加严肃。赵明远，你知道下个月中旬我们有个重要项目要上线吗？这个时候请假，影响很大。我知道项目重要，但我弟弟的婚礼，我是他唯一的哥哥，不能不去啊。林主管放下笔，直视着我。公司不是你的家，工作有时候必须放在第一位。但是，我还想争辩。没有但是，他打断我。请假申请我不能批准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我站在那里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只好默默退出了办公室。回到座位上，我心里又气又委屈。老王见我脸色不好，凑过来问发生了什么。我简单说了请假的事情，他摇摇头。现在形势不好，你最好别冒险。可这是我弟弟的婚礼啊，怎么能不去？我苦恼地说。那就再找机会跟林主管好好谈谈吧，也许他会改变主意。老王拍拍我的肩膀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又尝试了几次，但林主管的态度始终没有软化。周5下午，我再次敲响了他的办公室门。林主管，关于请假的事情，我想再跟您谈谈。他放下手中的文件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赵明远，我以为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。我理解公司项目重要，但家人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我鼓起勇气说道。那你是在告诉我，你要违反公司规定，执意请假了？他的语气变得强硬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希望您能理解。我再说最后一次。他打断我。如果你在项目关键期擅自离岗，
后果自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林主管，我会提前把工作安排好，不会影响项目进度，但我必须参加弟弟的婚礼，这是我的原则。林主管的眼神变得冰冷。很好，那你就准备好承担相应的后果吧。我离开办公室时，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回到家，我给弟弟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我一定会去参加婚礼，但可能会因此面临工作上的麻烦。哥，如果真的那么严重，你就别来了。我理解的，弟弟关切地说。不，这是你人生中的大事，我必须到场。我坚定地回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加班加点地提前完成了自己负责的工作部分。我详细记录了每个步骤和注意事项，并找老王帮忙在我不在的日子里跟进。你真要去？老王接过我的工作交接文档，担忧地问。弟弟的婚礼不能不去。我点点头。你知道林主管不是开玩笑的，他真可能会。老王欲言又止。我知道，但有些事情比工作更重要。临行前一天，我再次确认了所有工作安排，甚至写了一份应急方案，以防出现意外情况。晚上收拾行李时，手机收到老王发来的短信，听说林主管今天和人事部门开会了，提到了你的事情，情况不妙，你自己多保重。我叹了口气，回复道：谢谢提醒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已经决定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行李直接去了火车站，没有再去公司。在火车上，我给林主管发了一封邮件，正式通知他我因家事请假5天的决定。我已妥善安排好工作交接，不会影响项目进度。如有任何问题，可随时联系我。发完邮件，我关掉了手机，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，心里忐忑不安。这一路上，我不断思考着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。工作很重要，但家人更重要，这是我从小就坚持的价值观。如果连弟弟的婚礼都不能参加，那我工作再好又有什么意义？火车行驶了近6个小时，终于到达了 H。走出火车站，我打开手机，立刻收到了几条未读消息和邮件提醒。最新的一封邮件来自公司人事部，标题赫然写着关于赵明远擅自离岗的处理决定。我的心一沉，点开邮件，内容简短而冰冷。因严重违反公司规定，擅自离岗，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。尽管心里早有准备，但真正看到这个结果，我还是感到一阵眩晕。4年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关掉邮件，拨通了弟弟的电话。我到 H 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哥，你到了啊，我在酒店等你，把地址发给你，你直接过来吧。弟弟的声音充满了喜悦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挂断电话，深吸一口气，招了辆出租车。现在不是想工作的时候，弟弟的婚礼才是最重要的。到达酒店时，弟弟已经在大堂等我了。哥，他一看到我就激动地跑过来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恭喜你啊，终于要当新郎官了。我拍着他的背，笑着说。弟弟看起来神采奕奕，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。累不累？先去房间休息一下吧，我已经帮你办好入住了。他接过我的行李。你未婚妻呢？不介绍给我认识一下？我好奇地问道。弟弟的表情有些歉意。思敏今天有个重要会议，晚上才能过来。这么忙啊？婚礼前还开会？我有些惊讶。他工作能力特别强，公司很倚重他。不过别担心，婚礼当天他肯定会准时出现的。弟弟带我到了房间，简单休息后，
我们一起去了婚礼场地查看布置情况。宴会厅正在紧锣密鼓地装饰着，工作人员来回穿梭，一派繁忙景象。场地不错，很气派。我看着宽敞明亮的宴会厅，由衷赞叹，都是思敏安排的，她眼光特别好，对细节也很注重。弟弟骄傲地说：“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我随口问道：“他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，具体做什么我也说不太清楚，好像是市场方面的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泛起一丝苦涩，想起自己刚刚失去的工作，还是因为参加弟弟的婚礼，这种对比让我感到一阵无奈。但我很快调整了情绪，不想影响弟弟的好心情。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我主动问道。明天我们要去拍婚纱照的最后一组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当然好啊，正好我也想看看我未来的弟妹长什么样。我半开玩笑地说。晚上我们在酒店附近的餐厅吃饭，弟弟一直在讲他和未婚妻相识相恋的过程。我们是在一个商务论坛上认识的，当时他作为嘉宾发言，特别有气场。后来我主动加了他的联系方式，没想到他真的回复了我，我们就开始慢慢了解对方。听着弟弟滔滔不绝的讲述，我不禁感叹他的勇气和好运。对了，你的工作怎么样？请假没问题吧？饭后，弟弟突然问道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不想破坏他的好心情，于是笑着说：“没事，都安排好了。”回到酒店，我打开手机，收到了几条同事的慰问信息。听说了你的事，太不公平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老王的消息写道。我回复了一个谢谢，然后躺在床上，思绪万千。虽然失去了工作，但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人生中有些时刻是无法重来的，而弟弟的婚礼无疑就是其中之一。第二天，弟弟告诉我他未婚妻临时有事，不能来拍照了，婚礼彩排也要推迟。他真的很忙啊，我不禁感叹道。是啊，他工作特别认真负责，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。弟弟一脸崇拜地说。我们兄弟俩趁着这个机会在 H 转了一圈，重温了小时候的一些趣事。记得小时候咱们偷偷跑去钓鱼，结果把裤子弄湿了，回家被妈狠狠揍了一顿。弟弟笑着回忆，怎么能忘记？我屁股疼了3天，我也笑了起来。这一天过得很快。晚上回到酒店，我再次查看了邮件，公司人事部发来了离职手续的详细说明，要求我回去办理交接。我回复说婚礼结束后会立即返回处理，然后关掉了手机。明天就是婚礼的日子了，我不想再被工作的事情困扰。婚礼当天，我一早就起床帮弟弟准备。紧张吗？我帮他整理领结时问道。有点，但更多的是期待。弟弟深吸一口气，终于要见到他了。什么意思？这几天都没见面吗？我有些惊讶，他真的太忙了，这几天一直在开会，我们只通了电话。我点点头，没再多问，但心里对这位神秘的未来弟妹越发好奇。上午10点，婚礼正式开始，宾客陆续到场，宴会厅里热闹非凡。我在门口迎宾，帮忙安排座位，一边留意着新娘的到来。新娘子要到了，突然有人喊道。我赶紧走到门口，想第一时间看看弟弟的新娘。一辆白色豪车缓缓停在酒店门前，车门打开，一位穿着白色婚纱的女子优雅地走了出来。当她摘下头纱的一刻，我仿佛被雷击中一般，整个人呆立在原地。林思敏，我的前任上司，那个刚刚开除我的女人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猛地揉了揉，但眼前的景象没有任何改变。
林思敏也看到了我，她的表情瞬间凝固，眼睛睁大，显然也被这个巧合震惊到了。我们四目相对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周围的喧嚣声似乎一下子远去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弟弟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他走到我身边，看着我惊愕的表情。没什么。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但眼睛依然盯着林思敏。弟弟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。她就是思敏，我未婚妻，漂亮吧？林思敏此时已经调整好了表情，微笑着走向我们。你好，赵明远，终于见面了。他伸出手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柔和。我机械地伸手与他相握，感觉一切都如此不真实。你们认识？弟弟疑惑地看着我们。不，只是听你提起过你哥哥。林思敏迅速回答，脸上保持着完美的微笑。是啊，第一次见面，我附和道，尽管内心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弟弟没有多想，兴高采烈地挽起林思敏的手，向宴会厅走去。我跟在后面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荒谬的局面。我的领导，那个对我严苛至极，最终开除我的女人，竟然是我弟弟的新娘，这简直是命运最大的讽刺。婚礼仪式开始了，我站在台下，看着弟弟和林思敏交换戒指、宣誓、亲吻。整个过程中，我的心情复杂到难以形容，既为弟弟感到高兴，又对林思敏充满愤怒和困惑。当司仪宣布他们正式成为夫妻时，全场掌声雷动，唯有我的掌声僵硬而勉强。仪式结束后，宾客们开始享用婚宴。我找了个角落坐下，想理清自己的思绪。不久，林思敏朝我走来，脸上的表情已经恢复了我熟悉的那种职业化的冷静。能谈谈吗？她低声问道。我点点头，跟着她走到了宴会厅外的一个安静角落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直接问道，声音因压抑的情绪而有些颤抖。我不知道赵延成是你弟弟，他回答。他从来没提过你的具体工作和公司。真巧啊，我刚被你开除，转眼你就成了我弟妹。我苦笑道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关于开除的事情，我不用解释了。我打断他，今天是你和我弟弟的大喜日子，我不想破坏气氛。说完，我转身回到宴会厅，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原地。回到宴会厅，我强打精神与宾客们交谈，尽量避开林思敏。弟弟时不时看向我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常，但被各种敬酒和祝福分散了注意力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从仪式开始就心不在焉的，趁着林思敏去换礼服的空档，弟弟过来问我。没事，可能是有点累了。我勉强笑了笑。是不是不喜欢思敏？弟弟直接问道，眼中有些担忧。没有，他挺好的。我赶紧否认。只是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去忙吧，别让客人等太久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岔开了话题。弟弟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被朋友叫走了。林思敏换了一身红色礼服回来，更显得光彩照人。他在人群中穿行，优雅地与每位宾客交谈，完全看不出任何异常。只有在不经意间与我目光相遇时，他的眼神才会闪烁一下，随即迅速移开。宴席间，有宾客提议新郎新娘敬酒，他们来到我所在的桌前。大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弟弟举起酒杯，笑容满面。我站起来，接过酒杯，祝你们新婚快乐，幸福美满。林思敏也举起酒杯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。谢谢大哥。
这称呼让我感到一阵恍惚，仿佛一切都不真实。我们碰杯，一饮而尽，但酒精并没有缓解我内心的纠结。宴会进行到一半，林思敏找了个借口离开。不久后发消息让我去酒店大堂见他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去听听他要说什么。我想解释一下关于公司的事情。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不必了，既然你现在是我弟妹，那工作上的事情就过去了。”我冷淡地回答：“你误会了，我并不知道你是赵延成的哥哥。”他坚持解释：“那你现在知道了，打算怎么办？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他略显尴尬。我希望我们能把私人关系和工作分开。太晚了，你已经开除了我，记得吗？林思敏叹了口气，那是公司的决定，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意愿，是吗？那为什么拒绝我的请假申请？我质问道。他正要回答，弟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“你们在这里啊？客人都在找新娘呢。”我们立刻停止了谈话，脸上挂起勉强的笑容。思敏临时有些不舒服，我陪她出来透透气。我随口编了个理由：“没事吧？”弟弟关切地问道。“没事，可能是有点紧张。”林思敏微笑着回答。“我们回去吧。”弟弟挽着他的手离开，临走时狐疑地看了我一眼。我站在原地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感觉这场婚礼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。婚宴进入尾声，宾客们开始陆续离开。我一直在帮忙送客，尽量避开与林思敏的单独接触。弟弟过来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哥，辛苦了。一会儿我们几个要去楼上包厢小聚，你也来吧。”我本想拒绝，但看到弟弟期待的眼神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包厢里只有几个弟弟的密友和林思敏，气氛轻松了许多，大家推杯换盏，谈笑风生。只有我和林思敏一直保持着礼貌而疏远的态度。酒过三巡，弟弟的朋友们都有些微醺，开始起哄，让新娘讲述与新郎相识的经过。林思敏娓娓道来，与弟弟之前告诉我的版本大致相同。听着他的讲述，我心里越发不是滋味，不知道他是否对弟弟有过隐瞒。“思敏，你在哪家公司工作啊？”一位朋友好奇地问道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竖起耳朵等待他的回答。“我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市场部经理。”他简短的回答，没有提及公司名称。朋友们没有继续追问，但我看到弟弟的表情有些疑惑。趁着大家去洗手间的空档，我找到机会与林思敏单独交谈。“你没告诉他真实情况？”我直接问道。“我们认识时，我还在上一家公司，调到你们公司是最近的事。”他解释道。“那为什么针对我？是因为知道我是谁？”林思敏摇摇头。“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赵延成的哥哥，公司对你的处理也不完全是我的决定。”“那是谁的决定？”我追问。他叹了口气：“公司高层决定裁员，我只是执行者。你请假正好给了他们理由，所以我成了替罪羊。”我感到一阵愤怒，我也有苦衷。他话未说完，弟弟走了进来。“你们在聊什么呢？”他笑着问，但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疑惑。“工作上的事情。”林思敏迅速回答。弟弟看看我，又看看他。“你们之前认识？”我和林思敏对视一眼，都在犹豫要不要说出真相。其实我刚要开口，林思敏打断了我。“赵明远是我公司的员工。”他坦白道，“但我们之前并不知道彼此的关系。”弟弟愣住了。“什么？你是我哥的上司？”我点点头。“是的，而且他刚刚把我开除了。”包厢里一片寂静，其他人也都停下了交谈，惊讶地看着我们。“开除？为什么？”
弟弟的声音提高了8度，脸色也变了。因为我坚持请假来参加你的婚礼，我苦笑着回答。弟弟震惊地看向林思敏，这是真的吗？林思敏的表情变得严肃，事情没那么简单，那你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弟弟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满，包厢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其他人识趣地找借口离开，只剩下我们3个。公司最近在进行人员调整，而赵明远在关键项目期间请假，违反了规定。林思敏解释道，他是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弟弟激动地说，这难道不是正当理由吗？在公司看来，没有什么比工作更重要。他的语气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公事公办。我忍不住插话，你知道吗？我请了5天假，提前把所有工作都安排好了，根本不会影响项目进度，但你最终还是擅自离岗了。他反驳道，因为你拒绝批准我的请假申请。我的情绪也激动起来。够了！弟弟大声打断我们，今天是我的婚礼，你们就不能放下工作上的恩怨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情绪。对不起，严成，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这些。林思敏也冷静下来，我也道歉，确实不是谈这个的时候。弟弟看起来依然很不高兴。我不敢相信你们一直瞒着我这些事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的未婚妻。我解释道，我也不知道赵明远是你哥哥。林思敏补充道。弟弟摇摇头，这真是太荒谬了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这些。说完，他起身离开了包厢，留下我和林思敏面面相觑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沉默了一会儿，我问道。我不知道，他坦诚地回答。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。你真的只是执行公司的决定？我继续追问。林思敏叹了口气，公司确实要裁员，但具体裁谁，我有一定决定权，所以你选择了我，因为你的表现确实不如其他人。他直视着我，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。我被这直白的评价刺痛了，就因为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对你阿谀奉承。不是，他摇头，是因为你总是把个人情感放在工作之前。这有什么错？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林思敏没有立即回应，似乎在思考我的话。也许你是对的，他终于开口，但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，这种想法会让你处于劣势。那你呢？为了工作牺牲了多少？连婚礼前都在开会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他被我的反问噎住了，眼神中闪过一丝迷茫。就在这时，弟弟回来了，脸色比刚才好了一些。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他看着我们俩，既然你们之前不知道彼此的关系，那就不存在故意针对的问题。但他确实开除了我。我忍不住说，工作上的事情是工作上的。弟弟难得严肃地说，今天是我的婚礼，我希望你们能放下争执。看着弟弟恳切的眼神，我点点头，好吧，就当是给你的婚礼礼物。林思敏也表示同意，我们可以之后再解决工作上的问题。弟弟松了口气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回去继续庆祝吧，客人们还在等着呢。我们3人一起走出包厢，表面上恢复了和谐，但我知道这场风波才刚刚开始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回到了弟弟和林思敏预定的套房。弟弟坐在沙发上，表情严肃地看着我们。现在，我想听听事情的全部经过。我和林思敏对视一眼，都不知从何说起。从头开始吧，弟弟说。思敏，你什么时候到的我哥的公司？1个月前，公司进行了部门重组，我被调过去接管市场部。林思敏回答。然后呢？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？
我抢先说道。他一来就对我特别严格，几乎什么都挑刺。我对所有人都一样严格。林思敏反驳：不，你明显针对我。我感到愤怒又重新涌上心头。够了，弟弟打断我们，你们能不能冷静一点，像两个成年人一样交流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情绪。对不起，林思敏率先道歉。也许我的管理方式确实有问题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没想到他会承认自己的错误。那为什么要开除我哥？弟弟追问。林思敏沉默了一会儿。公司确实在裁员，而赵明远的表现不是最好的，就因为他请假来参加我的婚礼。不只是这个原因，他解释道，还有之前的一些工作表现和态度问题。我正要反驳，弟弟制止了我，让他把话说完。但我必须承认，林思敏继续道，如果知道他是你哥哥，我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。所以这是一个误会。弟弟问道，语气缓和了一些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是的。他点点头。弟弟转向我，哥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的工作情况？我不想让你担心，我坦白道，而且我以为能够处理好这件事。弟弟叹了口气，如果早知道，也许我能帮上忙。你能帮什么忙？我疑惑地问。弟弟看了林思敏一眼，似乎在征求他的同意。他微微点头。实际上，思敏之前帮过我很大的忙。弟弟说。什么忙？我更加困惑了。去年我创业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是思敏帮我还清的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我完全被震惊了。创业？你不是一直在外企工作吗？那是后来的事。弟弟解释道。创业失败后，我才去的外企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是你哥啊！我感到既受伤又生气。我不想让你担心，你工作那么忙。弟弟的话像是在回应我刚才的理由。我转向林思敏，这是真的，你帮他还了债。他点点头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多少钱？我追问。弟弟有些尴尬。20万左右。20万！我几乎喊了出来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林思敏平静地回答。我之前的工作收入不错，有一些积蓄。我一时语塞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原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林思敏已经帮了我弟弟这么大的忙，而我还在责怪他对我的工作态度太严厉。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？我问弟弟。我觉得丢人。他低下头。而且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。房间里陷入了沉默，我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也许我对林思敏的判断过于武断了。沉默持续了一会儿，林思敏突然开口：其实，关于公司裁员的事情，我也有话要说。我和弟弟都看向他，等待他继续。公司确实要求裁减人员，压力非常大。他的语气变得诚恳。我被告知必须裁掉至少3个人，而且越快越好，所以我就成了你的目标。我问道，但语气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尖锐。不完全是，他解释道。我本来计划逐个评估团队成员的表现，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，但我的请假打乱了你的计划。某种程度上是的，他承认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高层看到你请假的申请后，直接下令以此为由开除你。你的意思是，就算你想保，我也保不住？林思敏点点头。我试图争取让你休完假再回来，但没有成功。我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，不知是该相信他还是继续怀疑。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实情？公司政策不允许透露高层决策的细节，他苦笑道。而且我也有自己的立场和压力。弟弟在一旁听着，
突然插话，思敏其实很为难，他一直在帮助团队成员找新工作的机会。真的吗？我有些惊讶地看向林思敏。我认识一些业内人士，一直在暗中推荐被裁员工。他坦言，包括我。是的，他点头。我本来打算等婚礼结束后告诉严成，让他转达给你一个新的工作机会。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所有的愤怒和不满似乎都失去了立足点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困惑。你不需要说什么。林思敏的表情变得柔和。我理解你的感受，换作是我，可能也会有同样的反应。弟弟看看我，又看看林思敏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看来这场误会终于解开了。我苦笑着摇摇头。是啊，真是一场荒谬的巧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弟弟突然严肃起来，你们两个都有错。一个不该隐瞒工作上的困难，一个不该公私不分。我们都被弟弟这番话噎住了，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。你说的对，我率先认错，我应该更坦诚一些。我也反思过了。林思敏接着说，管理方式确实需要改进，不能只看结果，不顾过程。弟弟满意地点点头。既然都认识到问题所在，那就好好改正吧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算是一家人了。我半开玩笑地问道。林思敏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真诚笑容。是的，一家人。弟弟高兴地搂住我们的肩膀。太好了，我最怕你们一直不和解，那我夹在中间多难受啊。我们都笑了起来，房间里的气氛终于轻松了许多。对了，林思敏突然想起什么，关于新工作的事情。我是认真的，如果你有兴趣，我可以安排你面试。什么工作？我好奇地问。一家合作伙伴公司的市场总监，比你现在的职位高一级，薪资也更好。我惊讶地看着他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一方面是弥补对你的误解，另一方面，他看了看弟弟。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，不是吗？弟弟高兴地拍手。这太棒了，哥，你一定要去试试。面对他们的热情，我点点头。好吧，我会考虑的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我心里已经决定接受这个机会。毕竟，生活总是充满了意外，谁能想到我的仇人会变成我的贵人呢？婚礼之后的第二天，我们三人一起吃了早餐，气氛比之前轻松了许多。我下午的飞机回去，林思敏说，公司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。工作真的那么忙吗？我好奇地问。忙，但值得。他微笑着回答。至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。弟弟握住他的手。别忘了，我们说好的，每个月至少有一个周末是完全属于自己的。我记得。林思敏点点头。工作重要，但家人更重要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不禁看了他一眼，发现他正真诚地看着我。关于那个工作机会，他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。这是那家公司 HR 的联系方式，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。谢谢。我接过名片，感到一阵莫名的感动。我会好好珍惜这个机会的。不用谢，他坦率地说。其实你的能力我一直很认可，只是管理方式可能有些问题。弟弟在一旁笑道。看来我哥终于遇到了能治他的人。我们都笑了起来。之前的紧张氛围已经完全消散。离开酒店前，林思敏单独找到我，递给我一个信封。这是什么？我疑惑地问。你的离职补偿，我争取到的最高标准。他解释道。应该够你缓冲一段时间了。我接过信封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。其实你不必这样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他坚持道。而且我也想为之前的误会做些补偿。谢谢，我真诚地说。
我也为我的偏见和误解道歉。他笑了笑，一家人，不用这么客气。这句一家人让我感到一种奇妙的温暖，仿佛所有的隔阂都已消融。回到家乡后，我按照林思敏的建议联系了那家公司，很快就接到了面试通知。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，我的经验和能力得到了充分认可。1周后，我收到了录用通知，薪资比之前高了近40%，职位也更有发展空间。我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弟弟和林思敏，他们都为我感到高兴。看吧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弟弟在电话里笑着说，如果不是被开除，你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。是啊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看似的坏事，可能是通往更好未来的转折点。1个月后，我们3人在父母家聚餐，庆祝弟弟和林思敏的新婚。父母对林思敏非常满意，尤其是当得知他帮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后，更是赞不绝口。思敏啊，真是我们赵家的福星。母亲笑着说。林思敏谦虚地摇摇头，赵明远自己很优秀，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平台。晚饭后，我和林思敏一起在院子里散步，聊起了工作和生活。新工作还适应吗？他关心地问。很好，我点点头，比之前有挑战性多了，但也更有成就感。那就好，他微笑着说。其实你很有潜力，只是之前可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，多亏了你。我真诚地说，如果不是这次开除事件，我可能还在原地踏步。缘分奇妙，不是吗？他看着远处的夕阳，若有所思。是啊，谁能想到我的仇人会变成我的弟妹呢？我们相视而笑，曾经的矛盾已经化为了一段有趣的回忆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充满了意外和转机，重要的是如何面对他们，从中学习和成长。而我很庆幸能从这场荒谬的巧合中收获了一份更好的工作，一个更广阔的视野，以及一位既是长辈又是朋友的特殊弟妹。有时候，命运的安排看似荒谬，实则自有其深意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人生最有趣的地方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